飞弹在开始发射阶段的时候，它初速是2倍音速，到最后决战急杀的时候，它可能到4到5倍音速。你没有弹翼哈，你的流体力学就不见了。这飞弹要怎么攻击啊？结果他们现在说没有，已经有划时代的向量推力喷嘴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歼16是使用向量推力的喷嘴，可以改变方向。简单讲一下，就是机力已经超过它自己飞弹本身能够承载的负荷的极限。没关系，由电脑来解决。大家听到这边有一点已经像星际大战了，像科幻小说了，对不对？我告诉各位，电脑做得到。有关于山东舰现在进入在南海的一个海军基地的这个前船坞里面来进行维修的工作。不过呢，现在有一个是来自于中航工业沈阳所做的一个证实，说歼35的舰载机已经具备了它有弹滑兼容的能力，意思就是说呢，它能够在福建舰采用电磁弹射起飞，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它另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山东舰上面滑跃板甲板上面来进行滑跃式的起飞。军事专家也这边特别做了一个分析，它可能就是在进行歼35隐身战机的适配性的一个改造。舰长如何看？首先你要知道，这个飞机从这个叫做什么航母上面弹起来的，它的决定的是什么？就是我这架飞机，我的翼面积这么大，我要到达这个速度，这个空气能够支撑我起来，这是它的一个重点。那这中间两个就是第一个，你跑多快；对，第二个你的翼面积多大。你去看，因为开始设计可能认为歼35是没有办法在滑跳着起来的，一定要底下拉一个那个叫做弹射的蒸汽弹射也好，电磁弹射也好，有一个瞬间就给它加速。但是这个如果山东舰你说我们改成这个有一个这种弹射的话，那是做梦。那你干脆重造也好，它整个是8前，你以为只有上面一个像橡皮筋弹的，它整个肚子里面全都要跟着改，所以这是不可能。所以只有可能就是说，歼35是不是可以从滑跳上面在比较其他的，就是推力少一点状况下起来呢？我仔细研究一下是有可能的。为什么？第一个，你看啊 ，F35是没办法的哦。对 ，F35只有1台引擎。歼35有2台引擎，那这个1台引擎是推力是19点几吨，这个2台是13到15吨，就这2个推力是大于它的，基本上可以，就是它可以瞬间冲，它可以冲到更快。第二个就是它的飞翼的面积啊，它的飞翼的面积哦，F35是43平方米，歼35就中国这个歼35是62平方米，所以当我有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支撑的时候，好比说我的速度在时速300公里，我就能够撑起来。F35可能要到360公里才能够撑起来，因为它的翼比较小。所以从这2个比较之后，我相信经过他们的计算也好，或是实际上可能跑了一次，发觉真的可以。那就因为一开始你不必到这个船上去试，它都有一个陆地的一个基地，就在那里试。起来万一没有飞起来，那至少还在陆地，还可以再降下去。到海上去，他觉得他是可以。所以他就这样想说，我们是不是叫这个山东舰上也让歼35上去？那歼35上去，你知道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为什么？因为航母就是海上的移动机场，不是航母多厉害，航母根本没用啊，是那个飞机多厉害。那以前的是非隐形的，那你一飞起来，人家就看到了。那现在你换了一个隐形的，飞起来很远看不到，飞到很近你才看得到。这个时候它打击力就可以距离目标很近。叫做进阶的资源打击，所以它的战力会提升的。但是它重点都跟山东舰的关系不大。山东舰要不要做一些改变？它的技术维修，因为不同的飞机上去，你要有技术维修的人，要有那些装备，要有那些后勤料配件。它在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好，我们刚刚看到是解放军在这个海空上面战力上面的提升，那空中的战力其实还有另外的提升，就是有关于等一下请干哥带我们来看到的是霹雳16这个小飞棍的这种飞弹，能够为歼20带来这个战力有多大的提升？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因为呢我们现在来看到是解放军最新，它有一个官宣的影片是在庆祝歼20首飞15周年。那从这个影片上面可以特别来关注到，我们也列出来说它的一些性能，包括它有一枚的外形极度平直，看不到传统弹翼的一个空对空飞弹，那大家就把它
军迷啦，把它取名叫做小飞棍。所以香港的01这个媒体也特别做了分析，他们认为这个小飞棍就是大家熟知已久的霹雳16吗？来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霹雳16，请导播来 take 一下哦，它的射程突破300公里，能够使歼20得以在这种超音速巡航之下，对敌方的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等高价值的目标实施远距离的打击。那它的主弹仓的部分，歼20可以做多大的提升？原本它只能挂4枚的霹雳15，未来可以达到6枚的霹雳16。干哥怎么看？好，你简单介绍一下，霹雳15就是把这个印度的标风战机打下来的工程，叫霹雳15。所以我们都知道说霹雳15很厉害，对不对？不过歼20只能够带4枚啊。那其实老实讲一句，那在美国的 F-22啊，因为他们两个是空中的假想对抗者 ，F-22跟歼20两个要对抗。那如果歼20你只能够带4枚性能非常好的霹雳15，那但是这个美国的 F-22它可以带6枚的 AIM-120，也就是先进中程防空那个空对空飞弹。那这样子的话，那所以才会衍生出我们是不是要发展另外一种飞弹？那这种飞弹呢，我们可以装进6枚。它的技术在哪里？它的技术就是我不要飞翼了，我不要飞弹的弹翼，把这个弹翼，大家要知道，弹翼在整枚飞弹的中间会有4片弹翼，尾部也有4片弹翼。你把它都收起来的话，那我的弹仓是不是就可以放进更多飞弹？对。那我没有弹翼之后，我要怎么攻击呢？因为大家要知道，飞弹在开始发射阶段的时候，它初速是2倍音速，到最后决战急杀的时候，它可能到4到5倍音速。你没有弹翼哈，那我可以跟你讲，你的流体力学就不见了。这飞弹要怎么攻击啊？结果他们现在说没有，现在已经有划时代的向量推力喷嘴技术。也就是说，这个歼16是使用向量推力的喷嘴，可以改变方向，然后再过载，就是说它过载已经超过它本身所能够，简单讲一下，就是机力已经超过它自己飞弹本身能够承载的负荷的极限。没关系，由电脑来解决。大家听到这边有一点已经像星际大战了，像科幻小说了，对不对？我告诉各位，电脑做得到。所以我一直在看这个霹雳16啊，我心里就在想，都没有弹翼啊，美国人搞过，结果是什么？失败。你现在真的霹雳16，你真的要做没有弹翼的飞弹吗？而且它的攻击模式是什么？你知道？它既然可以打300公里，这个我更惊讶。300公里有多远？大家知道吗？类似像以前美国的最厉害的 F-14身上带的凤凰飞弹都没有打那么远，你可以打到300公里。他说他采用的方式是什么？他的采用的方式就是，他在飞到中间一半的时候，他会熄火关掉，到最后剩下20公里重新点火再打。我觉得那个现在我想起来的话，这可能会比星际大战的飞弹还要厉害。所以大家就想到，霹雳16如果真的有这么厉害的话，它如果真的能够装上歼20去进行空战的话，那 F-22你要小心了。可是我觉得有技术资料出来了，就等于是说这件事情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就像你一直不相信有歼36、歼50，它真的飞在天上，我也不用告诉你，我也不用发布，就真的飞到成都的那个你的脑袋顶的时候，你是真的看到了，是一般老百姓发现的。所以你怎么能够不相信中国它有能力跟实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出像小飞棍，也就是霹雳16这样的飞弹呢？不过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刚刚舰长讲的。就是说，你要把山东舰改成可以飞歼35哈，我就是觉得说这个是在技术上面做不到，好吗？干脆造一艘新的还比较划算。因为山东舰跟辽宁舰都没有电磁弹射，所以它们的功能是一定的。那自从福建舰有了电磁弹射之后，它后面都会是电磁弹射，它的飞机才能够满载。满载很重要，没有满载怎么打仗？所以你必须要把福建舰，你必须要把辽宁舰跟山东舰看作是它进阶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改山东舰，让它可以飞歼35的话，那个叫什么？那叫强人所难，不要做这种事情。我相信，中共
高层他也不会这样做，习近平也不会这样做。为什么？我造一艘新的船快得多。好，其实呢，美军这个要担心的，它的 F-22要担心的，除了刚刚干哥帮我们特别讲的有关于歼20加上霹雳16之外，其实呢，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说，他们真正要担心的，其实不是只是霹雳20，是双座版的，不只是歼20，还是双座版的歼20S 才对，因为它被赋予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其中它的第2名的机组人员是可以负责这种高强度战争的指挥、控制、管理，甚至做无人机、有人机的协同作战，打击美军的航母。聂老师怎么看？哇，这个太精彩了！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小时候喜欢玩军，你知道哈，歼20不是歼20，是歼20S。我先讲一下啊，刚刚我们都知道5代战机，美国2种，这边这个中国大陆2种，很巧。当然这个有点仿效了 F-35对歼-35，好，我们不谈这个。那歼20有所谓的 F-22，大家也知道，都是5代战机。其实 F-22有没有双座？没有，曾经想做双座，叫 F-22B，没有成功。他们讲了3个原因。他们在设计第1船之后 ，F-22说，空间设限，空间设计好像不太好做。这是第一个考量，第2个说，哎呀，隐身的考量，一旦做大了，可能没办法隐身。第3个更扯，叫做技术的隐忧。第一个有考虑他们技术要做，那还有一个是2个人以后的配合的技术有问题就否决掉。中国做到20S 是双座直立式。我跟你讲啊，我们在财经里面教1+1大于5，我们讲并购嘛哈，2个人合在一起，一个夫妻娶一个先生娶一个太太，生下3个孩子就是5个，1+1大于5，2个人在一起绝对大于5，你知道为什么？第一个非常清楚，第一个很重要，他如果是单座，他有单座的设计，单座比较小，就是他做空优还有快速拦截，一个人反应够快，引力够好就好。双座不一样，第一个它非常重要，而且中国是第一次做到的双座的这种所谓的隐身战机，它可以打电子战。第一个人开飞机精准，他就是照他的这个技术。第2个跟他做充分配合，就像都丢原子弹，当时也要是2个人啊。第一个到点的时候，第2个要去分析，要去检测它的最好的地点。他重点要做什么？要做电子战。这电子战它要控制怎么样？现在都是网络控制。他在飞机上要控制无人机，你开飞机的人不可能在这时候控制，他要控制无人机，就像刚刚讲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双战。这时候呢，可以做到什么？就是精准打击。这个非常精准，而且讲不好，因为什么1+1大于5？因为它一架飞机就控制了好几个无人机，不就超过5个以上？所以这样子会造成美国未来在 F-22真的凌空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危险，因为它是双人，他一个人在飞，另外一个人靠人有。第2个，它可以用精准打击，甚至控制旁边的无人机，它对地对海都可以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精准打击的效果。那你觉得美国会有很大的威胁？我觉得这绝对是会的。好，我们持续要关心解放军现在斩首的画面上了，从央视来做播出。另外也会关心，包括解放军无人机闯东沙，还有千艘的渔船列阵。中国大陆是已经把准战争剧本摊在第一岛链，甚至台湾的眼前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在川普总统他成功突袭了委内瑞拉之后，北京方面难道现在是立刻的接球吗？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官媒央视突然间在此刻发布了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特战队员演练他们在夜间的一个斩首行动，夜间做渗透、近距离歼敌，执行了一个斩首的画面，现在被视为是对台湾正式发动一个武吓的讯号吗？好，这个呢是一个影片，但是有实际的动作是什么呢？国防部1月17号表示，发现了中国大陆解放军一架的歼侦无人机进入到了东沙群岛的领空，这个高度呢，其实是在我防空武器这个射程之外的，在我方是以国际频道广播之下才将他们给驱离哦。那么我们看到海巡署以及陆战队此刻正好又在东沙岛这边进行今年的第1季的这个实弹射击演训，所以被视为说这个无人机的动作其实是非常的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先是央视发布了斩首行动的影片，接着又派出无人机去入侵东沙，北京这一次释放什么样子的一个武吓讯号？大使怎么看？我想大陆现在就是说这些不管是军演啊，还有关他这些军事行动的这些资讯的发布啊，还有就是新的武器，像无人机进入到我们这个东沙附近的这个水域啊，来进行侦查。你看它的频密度跟它的这些这种真实性、实战性都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怎么讲呢？认真。
那你就要反过来看，就是大陆为什么会有这些动作，就是说他们可能认知的台海情况是越来越有可能失控，越来越有可能会复杂化，因为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目前的政治发展跟走向啊，那事实上大陆不但就是说跟我们政治上互不隶属，而且它被界定为是境外的敌对势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论述的话，基本上就是完全跟中国大陆是在历史、在社会、在这个政治上、在国际关系上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是怎么样？是对立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事实上对台湾的军售，也在加强。日本那更不要讲，高市早苗就说了，台海有事就是日本要动武的时候了。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当然你要换在大陆角度上来，这个情势在往恶化的方向走，所以它各种的准备跟它的威慑的这些作为都会增强。而且我认为，如果说两岸关系如果要照目前这个路径再走下去的话，那可能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动作。那我认为这些演训基本上都是他实战的一部分，他需要在实际的操练。那我也认为，就很可能将来由演转战的几率也越来越高。是，所以两岸关系现在是在快速的恶化当中所以呢，如果照这个情势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我想对我们台湾是比较不利的。好，这个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从空中部分做的，对于台湾做了一个警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从海上也有其他的警告。我们来看到是《纽约时报》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说大陆的渔船在去年圣诞节，还有包括在今年的1月11号2度在台湾周边的这个东海进行大规模的阵列式的聚集，迫使部分的国际邮轮因此被迫绕道。我们先来看到2次的聚集，第一次是在去年的12月底，第二次是在今年的1月嘛。12月底，我们先来看到大陆是出动了它的2000艘中国渔船，排成了2条平行长列，长度467公里，呈现 L 型的一个阵列。第二次是在今年的1月出动了，也是非常多，1400艘渔船，也有一个矩形的阵型，绵延超过320公里。纽约时报做分析，他说这个渔船的密度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他是认为是可以阻断航线、干扰雷达，在实战之下，甚至可以作为飞弹、鱼雷的一个诱饵。干哥怎么看？好，我必须要先讲一下国防部1月17号说，中共一架无侦8啦，我坦白讲，进入东沙岛领空。你看他的解释我现在先不管我们的对手是谁，高度位于我防空武器射程外，在我方以国际频道广播，你对一架无人机广播，你讲给谁听啊？上面有人吗？你不要再重演像上次在东引上空，我们的守军是用石头去丢无人机这种事情了。什么叫做防空武器射程之外？台湾有全世界最好的防空飞弹，爱国者3型、天弓1型、2型、3型，我们还有短程的复仇者。请问一下，请问一架无人机为什么在你的防空武器射程之外？当然我们知道，可能离岛没有部署这么好的系统。但是离岛也有点防御系统，对不对？有3-5快炮，怎么会打不到无人机呢？我看到这种声明，国防部这种声明，你是想要不战而屈服吗？怎么能够发出这样的声明？我实在是非常的，好，算了，讲到这个问题，我会情绪会上来，就代表说你完全没有抵抗的意志。再来，你讲说中国渔船，我告诉各位，在我当兵的时候，40年前，当平潭附近的渔船一聚集的时候，整个岛都慌了，因为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我可以告诉各位，那时候40艘渔船，现在是几十倍，2000艘渔船。大家认为这2000艘渔船能够在24小时之内动员？它部署在台湾海峡中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连美国航空母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打，然后他们可以掩护什么？它可以掩护真正的登陆部队。
为什么解放军一直在训练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你，万一现在真的有事打起来的时候，我的民用船只多达2-3千艘，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海上的长城。我再练一次给你看，看我这次做得到做不到。结果马上就做到了。这些渔船放下渔具不捕鱼，为什么？只因为一声令下。中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想请问你，美国人你做得到吗？而且这是实际上的威胁，而且这可以干嘛？这可以阻止什么？阻止无人机以及水下无人载具的进攻。为什么？我们是民船呢？你要是误伤民船的话，你的国际责任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大陆在很多地方，像那个斩首的训练，还用到十字弓。他想说，怎么连十字弓都拿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十字弓在近距离斩首是最有效的武器，那是现代科技十字弓，不是楚汉相争那种十字弓。大家要晓得，中国在很多方方面面都让你觉得你很惊讶，因为它不断在演练。等到有一天成为事实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对各方面的训练都已经扎实到这种地步，这才是整个美国和我们都应该要特别小心谨慎注意的地方。好，刚刚看到画面，在刚刚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显示1000艘渔船的一个列阵，非常的震撼哦。那对于台湾的冲击，我们持续上这个来带我们看。这个其实很震惊哦，因为全世界目前看起来盘点起来，虽然菲律宾也有会用一些渔船，但到这样子的规模，真的只有中国做到。这里有背后是何等难以想象的指挥系统，要怎么指挥2000艘啊？大家知道海军、海警没有错，这边也有，可是这没有那么多军舰2000艘，没有吧？但你要最后要到海，所谓这种渔船。所以这就是在全世界的海军战术上当中，其实都有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可用，因为它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它可以屏障，就用刚刚干哥讲的，它是一个灰色地带，然后你让你感觉存在感，对，然后你再大的航空母舰，再大的部分到那个地方，你被2000艘围住或排站，你要怎么穿过去？郭姐来讲说，台湾海峡你怎么啊？你说中国大陆要打封锁，你怎么封锁？讲说你一个航空母舰，可是台湾海峡那么宽，从旁边过去，可是这样2000艘弄起来，各位你们看，它这组起来是几百公里，400多公里，这什么概念？对，就已经把台湾海峡从福建到整个到台湾的全部排满。它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里头演练的当中有完全的实质，就战术的威吓人家的美国、日本的航空母舰或人家的大的这种军舰，也威吓到实质战术上。这个东西不要说是掩护作战，它的存在感就让你难以想象。而且你说真的，它就具有攻击吗？也许它也包括要撤一些人补给的，太灵活可用了，因为2000艘。而且我们都不知道，难道就现在2000艘已经是中国大陆还就所谓渔船的极致吗？以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大陆，可能单单福建、江苏地区就不止2000艘，你还有广东呢，你还有海南呢。如果真正要把所有的渔船实质为了两岸这场最关键的战争，而且在面对美日的这个部分的军力都要一起的时候，他所要导入的这个是难以想象，而且美国没有演练过，日本也没有弄过，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对付。所以现在其实丢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认为以中国大陆过去来讲，这些都是藏得很深，不会让你看到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包括把斩首行动让你看，包括这种不用枪声，把你就可能就这样没有枪声，安安静静的斩首。解放军的轰6K 是挂鹰击来巡航黄岩岛，另外一方面，同样在南海这边，福建舰则是下南海组建了它的航母编队，说在今年预估呢就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战力。解放军在这个时候秀出实力，是对台海、南海随时都在做备战吗？今天就有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就是有关于轰6K 在巡航黄岩岛，目的是什么呢？威吓美国的航母，还是向台海、南海同时做一个警告呢？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到是福建舰在成型之后，它现在会搭配有许多的武器，不管是055或是歼35隐形战舰等等，或者是这些空警600预警机，再加上反舰弹道飞弹的体系，中国真的能够压制美国航母掌控南海的主权吗？最后来看到的是，同样是在第一岛链，南海这边，菲律宾则是拉拢了美国跟日本。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推动军改，真的能抗衡大陆在南海的势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在军事上面，尤其是轰六，因为这个正义使命军演期间呢，大陆派出了多架的轰六，那它上面其实可以装这个鹰击12反舰飞弹的，巡航在南海这边的黄岩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大陆在这个南海的动作非常的多，去年12月的时候，也在南海这边部署了非常多的军力跟武器哦，出动了包括了055大区咸阳号、054A 这个，还包括了衡水号跟大理号、056A 型的护卫舰等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张将军带我们看有关于为什么这个解放军在对台演习期间特别放了这个轰6K 来巡航黄岩岛的目的，是针对美军包括他的林肯号战斗打击群的一个警告，还是他要特别强调他在南海、台海的强大战力？这个有3个特性，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共这个布阵有3个特性。第一个，它是要展现它不对称作战的优势。那它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的航母打击群，美国放在南海，它为什么山东舰、辽宁舰或者是福建舰不出现？它不要航舰对航舰，航母对航母，它不要。它现在把055也好，还有动54A，还有动56A。还有055大区编这个战斗群，加上搭配空中的轰6K， 它变成海空一体，针对的就是这个林肯舰的航母打击群就够了。它不要航母对航母，航母打母那是对称作战，那它不对称作战，拿自己的优势来攻击敌人的弱点，因为航母目标显著的话。还不止，它只是展现了海空兵力而已，还没有展现它的弹道飞弹也可以针对航母，尤其我们讲东风21跟东风26，也可以针对航母。航母最怕的就是饱和攻击，那饱和攻击，这刚好055大区动54是负责制空，动54A 负责制空，那动56A 啊是属于轻快兵力，因为它不到2000，但是轻快兵力它是负责带着舰对舰的飞弹。是去打，所以看它整个搭配哦，有制空的，有制海的，还有空中的，大家搭配鹰击120，由轰6K来挂载，也是对着海打击，那就知道哦，这是对海，有对海有对空，那第二个特色在哪里？第二个是展开双开战场，双开作战，在这个正义使命的在台海的同时南海也在做，因为台海是属于东部战区的。那黄岩岛啊，或者这仙滨礁或仁爱礁，这属于南部战区的，那不是东部战区在做，然后南部战区一样，对黄岩岛、对菲律宾把它看住，把这航空母舰看住，双开战场。所以中国倒有这个，东部战区对这个，南部战区对这些，所以它是可以同步进行。这个双开战表示它有后勤，还有防空作战，还有这方面充裕的支持的能量，可以双面进攻。所以他那么说，他专心只要搞正义使命，不要这个也继续来实施。双开战场是这个特色，这次来做验证。第3个，我认为是黄岩岛，我认为中国大陆在2026、2027准备要开发，事前的作业可能要开始要做了。那换句话说，既然要事前作业要开始做，因为它是国家海洋保护区，国家海洋保护区，那这些相关的军事上的作为都要开始要部署，更要积极。更要在这一方面呢，做一些决心的展示。我军长，我的兵力就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在那边做测试了，测试3年了，从2024、2025到现在2026，都一样一以贯之，不会说菲律宾有任何的军事动态，或者美国有任何挺菲律宾的航空母舰在这边，我也要展开行动。所以我都认为有整个迹象来展示的来做推估。中国大陆有这一方面的要准备要开发的这方面的动作的迹象出来，表示他的决心是很强烈的，动作是很持续的，不会说很间歇性。我很持续，那代表说这些征候就是要准备来开发黄岩岛。好，刚刚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在南海这边针对海上。还有它的空中的战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解放军它的最强战力之一就是福建舰。现在是说预估在今年它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力，并且它已经入列在南海的舰队当中了。那军事专家是这样说的：它如果未来所谓拥有这个完整的战力，它会包括它拥有055万吨大驱、052型的驱逐舰，还有054型的护卫舰、下水前舰跟补给舰。那福
建舰上面也会搭载各种的战机，不管是歼35、歼15T、歼15DT、空警600等等，能够压制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讲形成战力哈，一艘航空母舰从去年福建舰从去年11月开始正式成军哈，到要形成完整的战力，这中间有很多个过程。第一个，它要先完成所谓的专业的战力。什么叫专业战力呢？也就是分别组合，比如说是飞行员，他要有飞行员会飞会战的战力哈。譬如说是这个舰艇上面的勤务人员，他要懂得去怎么装弹，给飞机挂弹，升降机他要会操作。那电子战方面，他要会操作电子战，甚至于船只的操舰操作这都是属于专业，各有各的专业。所以第一个动作，他要完成各部门自己的专业战力，要先完成。当这些专业战力完成之后，第二步他要完成组合战力。什么叫做组合战力？也就是这艘航空母舰它能够组合在一起战力哈。这个装弹的，它很快可以把飞机这个停在那边，把弹挂上去，然后将飞机弹射出去，然后这个雷达那边也很快可以掌握到这架飞机的所有动态，指挥它去作战，然后舰艇它也可以配合这个战机的运作哈，转到它所需要的方向来，不管是接收飞机或放飞机，所以这叫做就是一艘战舰整体的叫组合战力。组合战力完以后，所以完整战力不是光战舰就一艘航空母舰能够作战就要能够作战，它必须要形成联合作战战力啊。联合作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它必须要跟周边的所有航母战斗群彼此都能够协调一致，包括跟055大区跟这个旁边的054护卫舰，甚至于跟水底下的潜舰，他们要能够发挥整体作战哈。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1+1大于2的战力。那如果照这样讲，就不是1+1大1+1+1哈，可能是大于10以上才会发挥战力。那现在以福建舰，我如果说明年来，你看它部署的位置是在南海，我觉得以解放军部署，它非常重视南海，因为北部战区大概只有辽宁舰1艘，东部战区是没有航母战斗群，甚至最近才有1艘055大区编进去。但是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它不除了2艘航母战斗群，还编制了很多大型的055大区，还有各项的巡防舰、护卫舰。可见呢，中国大陆将南海视为它主要的一个这个制海的一个区块。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美军会从这边从苏禄海或者从巴士海峡经过这边以后经过马六甲海峡以后才能够往东边走。那中国自己本身的石油运输的路线也是从马六甲海峡进来以后，经过这个地方运输到中国的各个省份去。所以对中国来讲，南海是它生命线的一个重要一个枢纽地方，是一个脖子一个颈椎很重要一个位置，所以它会将南海福建舰放在这边。那至于说福建舰将来成军以后，可不可以跟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有没有形成对抗的战力、对峙的战力？我觉得一定是有的。虽然说大家会认为说是福建舰只有8万吨，那这个美国的福特级或者是尼米兹级少则都10万吨以上，不管是舰载机的数量或者是核子动力来讲，这2个方面可能远远落后于这个美军的航母但是中国在这个地方，它有整体的一个战力优势有在地优势，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它空中它有轰六可以掩护，那这个地方它海底的地形它非常熟悉，潜舰作战它绝对具备绝对优势，还有它可以以陆制海。我们看到，不管是鹰击21、鹰击17这种所谓航母杀手，它可以以陆制海。所以它这个地方，你不能说光靠一艘航空母舰。那如果说将这些因素加进去，我想这综合整体的战力是足以在南海地区跟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做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对抗。好，所以我们看到，那在这边南海的国家第一岛链菲律宾，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可紧张了。所以其实菲律宾早就已经开始也强化他在南海这边的部署，从2013年开始展开的这个地平线。这个是军事现代化的计划，那它也增加了很多的武器，不管是这种轻型攻击机、现代化军舰，或者是陆军的打击部队这是在武器面。那他们也强化跟这些其他国家的合作，包括了美日澳、纽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军事互访，要对抗大陆。但是问题是，菲律宾自己内部也有许多贪腐的问题，真的能够抗衡大陆的这个南海的施压吗？委员怎么看？
对，我一再的强调过，菲律宾根本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嘛，它就是一个那个狐假虎威的狐狸。所以如果那个老虎不在后面的时候，这个狐狸再怎么蹦跳，其实它所能够产生的威吓效果都还是非常有限的。在大家眼中，你就只是一个小丑型的笑话而已了。那你说菲律宾现在要组建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哦，可不可行？这同样的状况，就像我刚才讲的委内瑞拉，跟伊朗是一样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组建？你从最近开始组建。对。那你最近开始组建，你就算买得到装备，你也要娴熟，你也要能够互相协同，然后你也要有一定的战术。这些东西不是在这1-2年之内就可以培养得出来的。那你更不要提到说，今天菲律宾自己内部贪腐问题这么严重。不要讲别的，还先不要讲中国大陆有没有跟这个菲律宾在南海冲突了，就光讲一个海鸥台风好了。一个海鸥台风来了之后，你就发现菲律宾当时砸大钱所做的那些防洪工程，全部都是豆腐渣工程的。这就是菲律宾现在的状况啊。那你连一个防洪工程都变成豆腐渣工程了，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花大钱去买的军事装备，真的可以发挥到战力有效果吗？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啦。这跟委内瑞拉跟伊朗目前面临的状况都是一样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讨论说，伊朗有没有可能扭转？只有一种可能，除非中俄参战嘛。中俄如果不参战，伊朗要扭转很辛苦。菲律宾有没有可能跟中国在这个大陆在南海真正来抗衡，真正来较量一场？除非美国参战。否则的话，你就说光靠这个菲律宾自己本身的实力哦，你在南海跟中国大陆展开任何的冲突，根本就是一个以卵击石的行为啊！所以这就是你看到说，菲律宾到现在为止，他只敢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试探、去挑衅，甚至他连这个军方的力量都不敢正式的出动，以免造成中国大陆方面的误会，给中国大陆借口。他现在只能够说，我只能够在南海不断的骚扰你中国大陆，然后跟美国老大哥示好，说你看我达到了骚扰的任务。但是你说真的要靠菲律宾在这个南海跟中国大陆对抗，这完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接下来看到是6代机现在大乱斗，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歼36加速成型，美国的6代机现在陷入难产，日本也要做6代机，它的这个计划 GCAP 的电战也崛起，东亚空战格局全面改写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2025年大陆哦，确实我们看到它的6代机，不管是歼36、歼50是横空出世之后震撼了全球，结果没有想到1年过去，成飞的歼36现在已经冲出了3款的原型机，而且甚至有第3款的这一种原型机的一个试飞画面，现在在网络上面传出来，被解读是研发速度远远的超乎了想象。我们看到军事专家怎么形容，他认为这是大陆2025年的圣诞节大惊喜。那么我们也看到说，这个3架的原型机之间的结构其实有明显的差异，尤其今天要观察到的就是它的第3架的原型机没有了2架，前面2架有了这个叫做空速管的装置。所以要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第3架跟前面2架的差异，还有这个空速管消失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歼36会提前成军吗？将军怎么看？这确实这个研发的速度哈，真的是超乎预期之外哈。大家要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歼36才第一次试飞，第1架原型机试飞，到现在为止才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第3架原型机在试飞了哈。那我先说明一下，歼36它现在名称已经取了，在歼10它叫做什么？它叫猛龙战机哈，歼20它叫威龙战机。你知道歼36现在取个什么名字吗？叫做很斯文哈，很文艺，叫做文瑶哈，文章的文，瑶它是一个鱼字旁啊，在一个用手摇机的摇的那旁边文瑶，它是取自《山海经》里面哈，鱼生鸟翼的这种神兽哈，叫瑶文瑶。那为什么这个从以前龙系列改成瑶系列呢？哈，我觉得很明显的，它就是从第5代机跃进到第6代机，等于4代的跃进，所以它用一个新的这种瑶来代替，那也凸显出中国文化的元素在里面。那第1代机的时候，第一代这个歼36跟第2代差别很明显哈，主要有3个地方有差别。第一个是进气口啊，原来的是倒3角进气口，那它这个进气口第2代的时候将它改成就是无分流超音速的这个进气道哈，那可以增加它的引申的效能。第2个差别在尾翼那个地方，尾翼原来是直接一个喷口而已，但是第二款原型机哈，它是可以2D，也就是它可以上下
改变，可以增加它的机动性。那第3个改变就是它的这种起落架有改变，起落架原来是前后并列的前面那个轮子后面一个并列，改成这个双排并列的第2代，那当然可以增加它弹仓的容量。它试完之后，可能这1代跟第1款跟第2台大概它各有优缺点，那它研究之后试飞之后取其这个优点，然后做出来现在第3架。那第3架很明显的最大的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取消了空速管。那取消空速管当然是在试飞的时候，你要让飞行员他能够知道飞机的速度，然后来有利于飞行员操控掌握飞机。他现在将它取消，我觉得很快的，他就是要进入量产了，就大概就已经试飞各项的数据都已经出来，开始要进入量产阶段才是这方面的改变。所以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这种战机的研发速度你不得不佩服。还1年的时间，这个同一款战机就已经有3种的原型版出现那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好，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的6代机则是目前为止看不到太多的新进展。中美之间在第6代战机的研发上，这个接下来会越差越大吗？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已经是一个不同档次的一个差距了过去大陆的这个先进武器的一个发展是追踪、跟监就跟着你的前面的走。所以当时美国有 F-22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在研发这个歼20美国在研发这个F-35的时候，中国在研发歼35，类似这样的一种追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过去我有个老师，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但是6代战机是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划时代的意义？美国现在才要立案。原型机都没有，对，然后那个图纸都还不清楚，然后就一个这个 PPT 的一个示意图，但是美国未来的6代机会是什么样都还不知道，但中国大陆6代机已经飞给你看了，这代表什么？完全是创新的了。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6代机这个部分已经遥遥领先美国了，这是第一步。可是第2个，它又有一个意义，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武器发展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铁律。铁律就是量产1代，研发1代，然后预研1代。我们看到现在正在量产这个歼20、歼35，正在量产中，所以它的量产的速度很快。那一般来讲，这个歼20会用20年左右，所以当它在量产歼20的时候，它的预研的就是6代机目前来讲，研发的就是6代机，6代机原型机已经出来了。那预研1代的意思，也就是说7代机已经立案了，已经在研究室里面，这些研究员已经在思考这第7代战机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一个战机。所以当这个十几20年后，这个歼20这个要结束了。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歼20当时在试飞的时候，大概用了8年。10年的时间，8架原型机在不同的档次试飞。那现在歼20已经在服役了，在量产了。所以6代机很有可能在5、6年左右，它会开始进入量产。然后因为它还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场域，高原，然后热带很多地方，它都要做试飞，然后在最后要做定型、定装，然后等到6代机要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第8代机，也已经是在预研的阶段了。那你想，现在美国才是对，美国现在还在图纸，对，那已经被中国大陆甩在后面了，中国大陆已经后面看不到人了，这个差太远了。好，这个是中美之间第6代战机的一个巨大差距。那日本呢也说要做这个6代战机，防卫大臣这个是他特别讲的，说他们这个计划叫做全球空战计划 GCAP。加上英国跟意大利一起来做，锁定是2035年服役，2030年首飞。它配备的东西，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小档案。全新的多功能射频系统，数据量是 F2雷达的1万倍，频宽处理强，不只能够搜索锁定，还能做电站干扰、通信、目标获取，把数据转为战场上面的主要武器。委员怎么看 ？GCAP 如果翻译做全球战斗空间计划。是蛮适合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战机的名字，它是从以前日本的 FX 所发展出来的，或者 F2 所发展出来的。
问题是它这个大概顶多大概就是5代半的战机而已，它想要跟中国大陆的歼20比，似乎全球都认为技术上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档次差那么一点点啊。那他讲了很多了，他除了刚才讲了他说他的深度逆中不是一般的逆中，可以对雷达、红外线、电磁波进行逆中。我听了都晕倒，哪一个5代战机不是这样子？好不好？深度就深度了哈。然后他用次世代的引擎，推力非常高，然后发电能力非常强。但是怎么算哦？它的飞行最高的音速，大概而已，就是超音速一点点而已，就是不能跟大陆很多战机都快了2倍音速，不太一样哈。好，那有趣的是哈，它很多很多的优点，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贵，比 F-35还要贵哈。那贵也就算了，反正这是日本、英国、意大利3个国家来的哈。它现在已经被确定有几个很大的缺点，它没有办法应付东风21D 跟东风26饱和攻击，没办法，无法生存力很低，因为它不是它是5代战机逆中的，可是它不是空中的王者，它不是，但是它是空中的指挥官，这2个性质是不一样，因为它的电子设备很多，所以在上面一架飞机可以指挥很多很多的僚机，但是自己参与战斗，它的操纵性能就被比下去了，就被大陆歼20比下去了哈。